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比赛叫做 IMONS， 全称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National Selection Test。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用来遴选马来西亚的 IMO 国家队代表的。IMO 呢，就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那在今天这个影片，我不仅仅会跟你分享 IMONS 这个比赛介绍，也会跟你分享一些如何准备这个比赛的 tips， 怎样可以更容易的拿到奖牌，以及在影片的最后跟你分享讨论几道这个 IMONS 的 sample question 去跟你讲解。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其实 IMONS 是一个蛮新的比赛，在2020年的时候才第一次被举办。当时因为疫情，所以本来用来选拔的这个 OMK 就被停办了，所以 IMONS 取代了 OMK， 成为了马来西亚新的一个遴选这个 IMO 代表的这个海选赛。在第一届的 IMONS 的时候，我有幸就是参与到了这个比赛，那时候也成功就是幸运的以满分的成绩得到了金牌。那在今天这个影片过后，我也会去跟你分享到底怎样可以更有机会拿到奖牌。那讲到这个遴选制度啊，跟大家科普一下，马来西亚的代表是如何被选上去的。首先呢，我们会有 IMONS， 那 IMONS 有分成2个阶段，不用担心，在今天这个影片里面，我不只会跟你介绍 IMONS 1，也会跟你略微提及到 IMONS 2。所以在 IMONS 1里面得到金牌、银牌、铜牌的学生，就会被邀请去参加 IMONS 2。而在 IMONS 2里面表现优异而且符合资格的学生，就会被邀请去这个 training camps， 那它叫做 BenQ IMO。在这个 BenQ 也就是训练营里面，它每一年一般上会有差不多4个左右的 camps。在这个 camp 你会学更多更深的这个奥数知识，然后也会不断的有很多测试，一层一层的去选拔，到最后呢，就会成功的去选出6位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参加 IMO 的代表啦。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24年的这个 IMO， 这是马来西亚代表队。那今年的比赛呢是在英国举办的。值得庆幸、值得欣慰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每一位代表呢，今年都有成功的获得了奖牌，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一个成绩来的。不管怎样啊，这个遴选的制度层层选拔的确是蛮困难的。无论你的目标是最终去到 IMO， 还是你只是希望考好 IMONS 拿到可能快活动分数等等 ，OK 都没有关系。不管怎样，今天我们这个影片我主要会跟你分享的是 IMONS， 包括了 IMONS 1还有 IMONS 2。那参加 IMONS 是有很多好处的，就算可能你最后没有被选进这个国家队。包括快活动分数啊，以及如果你成功在 IMONS 获奖的话，那它可以为你的履历镀金，在你以后不管申请大学、申请奖学金这些都会比较有帮助。那我们进入正题，可以现在开始跟大家介绍这个比赛了。那 IMONS 这个比赛谁可以参加呢？可以基本上你只需要是马来西亚的学生，那你的年龄介于11岁以上，直到就是小学、中学，直到 Pre-U 你都可以参加。到19岁哦。那今年的 IMONS 的比赛日期，一些重要的日期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它报名截止是在9月6号 ，OK， 已经非常靠近了，距离我录制这个影片的时间。那 IMONS 1是在2024年的9月21到22号。Okay， 为什么会有2个日期呢？因为 IMONS 它是线上进行的，然后你是可以在9月21到22日这2天，当然它有它的确的时间。的其中一个时间段的2个小时半，因为 IMONS 1的考试时间是2个小时半，所以你自己选一个时间，比如说在21号的晚上去作答就可以了。IMONS 2的日期其实也出来了，会在2024年的10月26日。当然，可能在看着这个影片屏幕前的你，如果说你是在 IMONS 2024已经过了，你才看到，你可能是要准备 for 2025年或之后的比赛，那这个日期其实也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idea，就是以后的 IMONS 大概会在9月左右的时候举办，所以靠近这个日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不要错过这个报名。OK， 那要怎样报名呢？这个比赛的报名费是50令吉。那好消息就是，IMONS 呢是可以个人报名的，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找你的学校老师去麻烦他帮你去完成这个报名的程序。而你是可以自己去报名的，所以这就方便很多。那具体要怎样去
报名怎样去填写这个表格嘞？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 description box 描述栏那边，你可以在那边点进去去了解怎样报名。OK， 那现在我们进入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 iMONS 的这个比赛的这个 format， 它的格式是怎样的？首先，它有被分为3个组别嘛，小学、初中还有高中加 Pre-U。那这3个 categories 你是会有不同的试卷的，然后也会分开排名的，所以 primary 的 student 并不会因为跟 senior 的 student 竞争而有任何的劣势。那值得一提的就是iMONS 的题目的语言用的是马来文跟英文，是没有中文的。其实不仅仅是 iMONS 很多中学的奥数比赛都已经没有华文了。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能你是华小生出来的，那不管怎样，你也是要 master 好，至少比如说英文，这样子你在中学的奥数比赛才不会吃亏。这个比赛的时长是2个小时半，就是说你要在2个小时半里面完成一共30道题目。那 iMONS One 的题目的这个格式就如下，就是我做好的这个表格，大家可以参考。值得一提的就是其实在前面几届，就是2020年到2022年的 iMONS， 它的 format 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可能你会注意到我收给你看我在2020年拿到金牌的那个成绩单，它的满分是50分，而不是100分。OK， 它有一些格式的转换。那从2023年以及过后，我们都会有这30道题目，会有分成3个 part。Part A 每一个 part 都有10题 ，Part A 每一题1分而已。那它的题目呢是 conceptual， 就是问你一些概念，数学的基本概念，它是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Part B 呢会是比较正常的奥数题，就是叫你找答案。那它的难度是适中的。Part C 是难度是最高的，它的分数是 Part B 的双倍，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咯。那不用担心在这个影片的最后，我都会跟大家去每一个 part 都会有一些 sample question 会跟你去讲解，你就会有更深入的 idea 到底每一个 part 是在在考些什么。OK， 那考 iMONS 过后，你会有怎样的 award？ 它的 award 其实是有很多。OK， 首先金牌、银牌、铜牌的话，金牌是要 top 1%。Silver 的话就代表在全马的 iMONS One 考试里面，你是前面的4% 的参赛者，你就会拿到 Silver。Bronze 的话加起来就是10% 哦，就是说你是全马最优秀的1/10的学生，在 iMONS One 里面，你就会拿到一个奖牌。Okay， 在过后呢，next 20% 呢会拿到 Honorable Mention， 以及在 another next 20% 会拿到 Merit，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成绩是在一半以上 50% 到以上的话，那你就可以拿到至少一个 merit 了。Okay， 如果你很不幸的没有拿到 top 50%， 那你也会拿到参赛证书，也是有相应的这个 PHSK 的 COCO 分数的。值得跟大家宣布的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从2024年开始呢，金牌、银牌、铜牌呢就可以获得实体的奖牌了。在以前包括我参加2020年那一年，其实是没有奖牌的，就只有证书而已，所以就非常的可惜。但是今年开始，如果拿到奖牌的话你就会拿到实体的奖牌，它会寄给你，还有证书咯。以及如果你是奖牌获得者，你就会被邀请去参加 iMONS 2，那你就有机会被遴选去训练营，以及成为最终马来西亚的6位代表之一。OK。那就如我答应大家的，虽然说 iMONS 2你要 qualify 进 iMONS 2，你需要先在 iMONS 1拿牌。不过因为这个影片是介绍 iMONS 嘛，所以我也有就是顺便跟大家也介绍一点 iMONS 2。那 iMONS 2的 format 呢，你会看到它跟 iMONS 1是非常不同的，你的时间就长了 4.5 个小时，但是你的题目却少了很多，你只有6道题目罢了，不像 iMONS 1有30题。OK， 这是因为在 iMONS 2里面每一道题目是必须要写出完整的解答的，所以它会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去 restructure， 你要想去讲解你的 point。每一题会有7分，那一样题目的语言就是马来文跟英文而已，你在回答的时候你也需要用全马来文或者英文去回答你的答案。那在我继续分享更多的 tips 以及讨论这个 sample question 之前，我们现在讲一讲，就是如果你要有效的去准备 iMONS， 有没有什么课程是你可以去参加的？
那这边要分享的就是我在不到1年前刚刚完成的这个奥数10讲课程。顾名思义啊，奥数10讲就是有10个讲座。那在这10堂奥数讲座里面，我会让你从基础到精通去彻底的掌握奥数。它是备赛 IMONS 这个比赛的一个最佳课程，可以让你用最短的时间去学到最多最重要的知识。那这是我的这个奥数10讲课程的课程结构，所以一共有10个很重要的 topic， 在 IMONS 里面都是你需要去理解这些 topic， 你才能在 IMONS 里面拿到好成绩的。这是更加详细的这个 topic， 就是我的这个 content。这边顺带补充一点，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可以帮到你在 IMONS 1上面游刃有余，在 IMONS 2我们会主要是去做那种需要自己去写答案、回答你的步骤，那里面就会有很多是叫你 proof 的题目，等下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sample。那我在这个奥数10讲课程里面也有去准备就是覆盖到 IMONS 2的这个 Chapter 10 Proof， 所以如果讲你成功晋级到 IMONS 2，那这个第10讲对你来讲也是一个会有很大帮助的一个 Chapter。那这个课程是要多久才可以上完的嘞？这总共的时长是27个小时嘛。那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线上已经预录好的视频，在购买过后你就可以自己随时去看这些视频，所以上课节奏是可以自由控制的。比方讲，如果说你是还不急，你要准备for的是明年的这个 IMONS， 你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你可以慢慢来，每一个星期一讲，那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或者是可能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要准备的 IMONS 已经快要到了，在1个月后就已经是 IMONS 1了。那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快的速度，就是每一个周末努力一点，可以看2到3讲，那1个月里面也是可以完成。甚至是可能你这个 IMONS 已经在下个星期，或者是就已经很接近了，那你想要临时抱佛脚，其实只要你有时间，你可以每天去观看，花几个小时时间去看去上课的话，那其实最快1个星期你也是可以完成到了的。奥数10讲的课程特点有哪些？首先第一个主要的卖点就是它是中英双语的，我写了一本中英双语的奥数课本，然后我在教课的时候呢，会用中文去让大家去明白它的概念，但是每当我提到数学的这些 terminology， 就是它的 term 的时候，它的术语我都会用英语来去讲解。那这可以让学生更加去习惯用英文去看懂题目以及去回答题目，那这对许多中学的奥数比赛来讲都是比较重要的。在学数学的时候也可以同时学英文。除此之外呢，这个课程是简单易懂的，就是说就算你没有什么奥数的基础，只要你根据我过后会 briefing 给大家讲的这个上课的次序这些，照着我的 step by step 去学，你都可以去容易的去明白到整个奥数的课程。那我也准备了很丰富的例子，让你可以去更加明白，当然也包括许多 IMONS 的这个 past year question。再来奥数10讲呢，它是精华且全面的，就是说我会争取用比较短的时间，让你用一个课程就可以去了解学习到奥数里面大多数的重要知识，帮你备战 IMONS 以及其他的中学奥数比赛。那它也是一个复习神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视频课程呢，是在你购买了过后，你就可以无限次观看复习，而且它是没有任何 deadline 的，你可以看到一辈子。那最后呢，就是在购买了这个课程过后，你会被邀请去加入这个奥数10讲的 Facebook 私人群组，在这个群组里面会有其他的学生，那你们可以在里面去讨论一些题目的解法，去互相进步。那如果你对奥数10讲这个课程有兴趣，想要用这个课程来帮助你提升你的奥数水平，更好的备战 IMONS 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描述栏 description box 这边找到课程的详情以及购买奥数10讲课程的链接。越早购买呢，除了那个价格比较便宜之外，也可以帮助你更早开始去准备这些奥数比赛，让你赢在起跑线。OK， 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些 IMONS 的 sample questions。那我有选取了 IMONS 1在各个组别里面的 Part A、Part B 还有 Part C 的题目作为 sample， 甚至还有为大家带来一道 IMONS 2的 sample question。那这些题目呢，一共有10题，都是取自于最新，也就是去年的这个past year question。我会把这个题目的链接放在影片的 description box 这边，所以如果你想要去那边尝试一下这些题目，你也可以在那边找到。
Alright，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去讨论第一道题目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赛的 tips， 也就是关于时间建议方面。因为iMONS One 一共有30题，但是只有2个小时半而已，其实时间是非常的少的。那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要有很好的时间分配。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这是根据这个分数的比重来编排的时间。也就是说 Part A 因为它只是概念题，所以你可以做到比较快，尽量在15分钟里面把它 set 掉。Part B 呢，它是比较正常的奥数题了，然后你是需要去计算，所以你的时间就会比较长，45分钟，以及最后预留1个小时半给 Part C。那很需要注意，就是有时候刚拿到题目的时候，你可能会做的比较慢，那你就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时间是不多的，尽量做快一点。比如讲，然后当时间过了1个小时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应该要先进入 Part C 了的。可以遇到不太会做或者看不懂题目的这些题目，你可以先马上跳掉，过后有时间的话才倒回来做。Alright， 那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的解题。所以这是 Part A 的题目，它只是一些简单的数学基本概念的题目，那你只需要回答 True 或者 False 就可以了，每道题目也只有1分。所以在这个 part 你要注意的就是尽量不要花太多时间，尽快的做它就好。我们先看 primary 的题目。So 这道题目问的是2023 is a prime number, is it true or false? prime number 的中文叫质数或者素数，就是如果说这个数字只可以被1或自己整除，不能被其他数字整除的话，那它就是 prime number。那2023这个数字要讲它是不是 prime number， 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用几个小小的 prime number 去 try 除它咯。所以你就会拿到，比方讲你 try 到7的时候，2023除以7，确实你会拿到没有余数的，所以2023就不是一个 prime number 了，因为它可以被7这个数字，也就是不只是1和2023整除，所以这些答案就是 false。OK， 所以蛮简单蛮 straightforward 的题目。当然有时候可能题目会特地给你一些不那么简单的数字，比方说它给你一个数字明明就是 prime number，或者是他给你一个只可以被蛮大的 prime number 整除的一个数字。这样当我换一个数字的时候，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确保你需要 test 到多大的数字为止，才可以确定这个数字是否是 prime number 呢？也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跟大家分享，尤其是题目可能会出其他数字的时候，你就会用上了。就是说，如果你要 test n 是不是 prime number 的话，你只需要 test 到 square root n 的一个数字。比方讲2023的 square 是44点多，所以你只需要 test 到2357等等开始 test 到43为止。如果没有一个数字可以被2023可以被它整除的话，那就代表2023就是一个 prime number 了。OK， 所以这是一个数筛一个很好用的技巧。那当然你会发现到奥数比赛它很喜欢用比赛的年份作为一个数字去考验学生的。比方讲2023就考你2023哦，那这边有顺便为你准备好近几年的一些重要数字是你可以 take notes 的。比方讲2024的数字，它的 prime factorization 是2 cube 乘11乘23。OK， 2025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 square number， 45 square 就等于2025。2026呢，这个也是值得注意，就是它的 prime factorization 是2乘1013，也就是说1013其实是一个 prime number 来的。OK， 如果你已经背好了的话，然后你才上考场，那你就会省很多时间，你不需要去 test 一个一个 test 到底1013是不是 prime number。而近几年的下一个 prime number 是多少呢？就是2027。OK， 那当你已经知道这个数字的一些重要特性，你在比赛的时候就会省很多时间。这也是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讲的，就是每一年新的一年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数字的一些重要的资讯，尤其是它的 prime factorization。这边之所以跟你补充到2027，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学生是在这个影片我上传了过几年后才看到，可能那时候已经可能2025、2026年了，那你就依然可以让你受益。又或者是看到这个影片的你参加今年的 iMONS， 可能明年你还有继续参加，后年也是，那这些就是可以让你去注意的东西。再来我们看 Junior 的题目。所以这是 Junior 的题目呢，它讲的是 If x and y are real numbers， 如果 x square 大过 y square， 那 x 就大过 y， 请问这个 statement 是 true 还是 false？
通常这种类型的题目呢，它确实是有一些更加标准的做法，但是记得 Part A 越快越好，我们找到答案就好了，方法不重要，所以我们就尽量选最快的方法咯。比如讲这种题目呢，最快的方法其实就是你随便 sub 一些 value 去看看就可以了。比方讲我们选一些数字 let's say 3还有2，那我们把它 square 起来看看会拿到多少。 OK， 3 square 是9， 2 square 是4，确实咯9是大过4的，所以当3 square 大过2 square 的时候，请问我们对应它的 x 和 y， OK， 这是 x square 大过 y square 的时候， x 是否大过 y 呢？答案是是的，所以这个 statement 看起来是 true 的，但是还没有完哦。通常这种题目它的 trick 你的地方在于，当你有 square 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负负得正相关的重点会出现。比方说，如果今天我把我的例子换成-3跟-2去做比较的时候， square 起来的答案一个是9，一个是4， 9还是大过4，但是-3还大过-2吗？是不大过的，-3是小过-2的，因为它负的更加多，所以这个 statement 就不一定对啊。当你的 x 或 y 当你小过0的时候，就是当你是 negative 的时候，你可能会拿到就是倒反的答案，所以这个 statement 是 false 的。 OK， 就完成这题了。那很快，越快完成越好。在同一年的考题，同一个组别啊 Part A 呢，它一个非常类似的题目又在重复的出现在另外一题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当你会做一题，另外一题就可以更加省你的时间，因为它很相似。那这题它的题目换成是 Q 了，请问这个 statement 是 true 还是 false 呢？ OK， 你可以尝试思考一下，然后把答案写在评论区那边留言。再来新的题目，这题其实反而更加简单啊。题目讲0 is divisible by -3， 其实0是 divisible by 任何整数的，所以今天就算我把-3换成其他数字，这题还是 true。 OK， 所以0 divisible by any number 是 true 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相对比较好玩的题目，因为这些题目呢，它会叫我们去找答案了，而找到这个答案呢，它会是一个数字，这是我们需要写 as 我们的答案的。那 Part B 呢，它的难度是中等的，不会像 Part C 那么难，它的分数是每一题3分。我们一样先从 primary 来看起。顺带一提啊，在我跟你讨论这些题目之前，其实每一道题目呢，在我讲解之前，你是可以随时 pause 这个 video， 自己先尝试思考一下答案的，然后过后才看我的讲解跟你的答案有没有出入。这题讲的是有2个 square different sizes， 那它的 side length 它的边长的 difference 是1 cm， 但是它的 area 面积的这个差别是19个 cm square。 请问这个 side length of the larger square in centimeter 是多少？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把它简单的画出来啊，就是我有2个 square， 第一个 square let's say 它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square 是比较小一点的。Okay， 如果说我把它们 label 它的边长的话，比如讲这个是 A， 这个是 B 啊。题目告诉我们的 inf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边长相差是1，所以如果我把它的边长拿来相减，我会拿到1。它的 area 就是面积，所以我要把它 square 起来，它们的面积的差别是多少？是19。所以我找到了这2个 info， 那我要怎样把这个东西 solve 出来呢？ OK， 这就是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 algebra identity。平方差公式呢，就是当我有 a square 减 b square 的时候，我可以把它 factorize 成 a 加 b 乘以 a 减 b。当然，可能对于初中还有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这个平方差公式看起来对你们来讲很简单啊。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哪怕你上了高中，这个 identity 呢，其实还是很实用的。OK， 所以你每当看到 algebra 的题目，这是你第一个需要想到的点。那我们如果把它拆成 a 加 b、a 减 b 了过后，它就变得比较容易，因为我是知道 a 减 b 是等于1的，所以这个 a 减 b 其实就是1来的。一个数字乘1拿到19，我就知道那一个数字自然必须要是19咯，19乘1等于19，所以我就找到 a 加 b 等于19啊。那现在我就有2个等式，第一个等式是 a 减 b 等于1，第二个等式是 a 加 b 等于19。我要找到 a 和 b， 我要怎么找？那比如说我可以把这2个加在一起，左边我就拿到2个 a 加 b 减 b 变成没有 b 了，1加19等于20，除2就是 a 等于10，我就找到这题的答案了。OK， 题目我们找的是比较大的那个 square 的边长 a 等于10哦。
当然你要找到 b 等于多少也可以的，比如讲你拿19减10，你就拿到 b 等于9哦，所以 b 的边长是9，你可以去检查一下，10 square 等于100，9 square 等于81，100减81确实是等于19，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找到，答案是10。往下我们看 Junior 的题目，这题讲的是有一个 regular polygon， 它的 interior angle 是175度，请问这个 polygon 有多少个边？这种题目呢其实更加简单，因为它很 straightforward， 那你只需要知道它的这个 formula 就可以了。至于这个 formula 是怎样被推导出来，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这里就不多加赘述啦。OK， 所以今天我题目告诉我175度是我的 interior angle， 它会等于 n 减2乘以180除以 n 就是我要找的这个 number of sides 咯，所以我把这个东西 solve 出来就会拿到答案了。OK， 180n 减360搬过来 175n 搬过去 ,180 减175等于5个 n， 所以1个 n 就等于72，就代表这个 polygon 呢，它是一个拥有一共72个边的一个多边形，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72 ，OK， 反而更加简单。再来是 Senior 的题目题目叫我们找 sum of the digits of 这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显然10 to the power of 2023是蛮大的 ，OK， 不过还好右边这边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我们先解决掉它，20乘23等于460。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显然就是找到10 to the power of 2023减掉460等于多少嘛。但是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这种类型的题目呢，要怎样可以最快的完成？ OK， 我会教我学生的方法就是 try small case。try small case 的意思就是讲，假如我不要算2023这么大，我算一些小的数字，比如讲。如果是10 to the power of 3而已嘞，那10 to the power of 3就是1000的意思嘛，1000减掉460，我会拿到的答案是540。如果今天是10 to the power of 4呢 ，which is 10000，减掉460，我就会拿到9540。同样的，我可以再 try 多1-2个，然后就可以找到它的规律。它的规律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它的后面一定是 end with 540的，而前面则是有9 0个9 1个9 2个9，所以这个方式 try small case 的方式可以让你在不需要多加思考到底要怎样去下手的情况下，你只需要做罢了，你就可以找到规律，然后就直接找到答案了。最后我们要找的是，当我去到2023的时候，我有2023个0的时候，我会拿到多少答案？那你只需要找它的关系咯。当你是3的时候，你有0个9；当你是4的时候，你有1个9；当你是5的时候，你有2个9。所以5、2、4、1、3、0，很显然，我减3，我就会拿到我要的9的数量了。2023减3就代表我的这个9呢，它重复的次数 ，OK， 后面 end with 540，OK， 这是9啊。会是多少个9？会是2023减3，也就是我有2020个9，所以我就找到这个答案了。那这个答案找完了过后还没有做完，因为题目我们找的其实是什么 ？sum of the digit。sum of the digit 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每一个位数9加9加9全部加起来，加5加4加0。你首先5加4其实又是一个9，所以我2020个9啊，后面又有多一个9，所以就是2021个9哦。所以这题我的 digit sum 就会等于2021个9，我可以直接把它乘起来，就可以拿到答案了。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18189。那接着我们来看 Part C 的题目，说这个题目呢是在 IMS1 里面难度最高的题目了。当然它也有相应的回报，就是每道题目分数是比较高的，每题6分。OK， 同样我们先从 Primary 开始。这题讲的是 Determine how many two-digit numbers。OK， two-digit number 就是2位数。比如说最小的2位数是10，最大的2位数是99，所以这2组号码这组号码里面的10到99里面的号码。Okay, have this property. One of its neighbor is a prime number 质数 ，another is perfect square. Okay， 所以 prime number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2、3、5、7、11这些。然后 perfect square 呢，就是一些当你 square 了过后还可以拿到整数的号码，就比如1、4、9、16、25等等。那这2个是这题的主要的一个关键词。那还有讲关于这个 neighbor 什么来的呢？ Okay， neighbor 的意思是什么？ So
举例来讲啊，如果我有10这个数字 which is a 2-digit number， 它的 neighbor 就会是它的邻居，就是比它小一个还有比它大一个的号码。OK， 它是它靠近的邻居。那如果说我的其中一个邻居是 prime number， 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又是 perfect square， 这样中间这个 2-digit number 就是符合这个 property 的一个数字，也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而在这题目我们找的是 determine how many， 就是除了10这个数字之外，有没有其他的 2-digit number 也符合这个条件？那总共又有多少个 ？OK， 这是题目的 instruction。理解了题目的 instruction，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那这时候我们有2个方向可以去做。第一个方向就是，我知道我的 perfect square 了，那我也可以从 perfect square 这边找到它相应的邻居，来知道我的 prime number， 然后这个 prime number 是不是 prime， 如果是的话，就符合条件。这个是从 perfect square 入手。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从 prime number 入手，去找看它邻居的邻居是不是 perfect square。同样 iMonst 我们讲究的是快和准，所以快也是重要的。哪一个方式比较快呢？显然从 perfect square 入手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呢？因为从1到100里面，你的 perfect square 数量只有10个，就是1 square、2 square 直到10 square， 但是 prime number 是有25个，是有比较多的。所以从比较少的来去做，显然是帮我们省工。OK， 所以我们就会从 perfect square 开始去做，我们会去 try 149啊这些数字。当然，我们只需要找 2-digit number， 所以我可以从9开始看。为什么我从9开始看呢？9又不是 2-digit， 因为9的邻居是 2-digit， 10的邻居也是 2-digit。OK， 我们主要要看 2-digit 的是谁？是这个主角，也就是中间的那个号码。所以哪怕9不是也没关系，也是符合条件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当我找到 perfect square 的时候，9，比方讲16，我要找到他邻居的邻居是不是 prime number， 如果是的话，那就符合条件了。OK， 而从这里显然我们可以又可以发现到一个题目暗藏的一个 clue， 就是你会发现 prime number 其实除了第一个数字之外，其他都一定是奇数来的，只有2是偶数罢了。所以呢，不管我下面写的是什么，如果我的 perfect square 自己就已经是 even 了的话，我的邻居的邻居必定会是 even 的。那 prime number 不可能会是 even 的，除了2啦，但是2离 2-digit 又很远，所以不需要理它。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我们不需要去考虑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偶数我们都不用去考虑，我们只需要考虑奇数就可以了，这样又帮我们省一半的时间了咯。当然你会发现可能我在讲解的时候会花1-2分钟去跟你讲解我的每一个思路，不过真正在做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你不需要花这样多时间的，可能你10秒钟就会发现到这个不能，因为它是even。所以我们只需要 test 9啊、5 square 啊、7 square 啊、9 square 就可以了。OK， 我们去找它邻居比如讲25的邻居会是27。OK， 我的意思是邻居的邻居，那我也会去左边看。可能你就会好奇为什么9我没有往左边去，因为8并不是一个 2-digit number， 所以不需要理它。49的朋友有谁？有47、51，就是加2减2就罢了。所以这边你会用79跟83。Alright， 最后我们要做的一个 step 就是去验证到底这些数字有哪些是 prime， 哪些不是。11是 prime， 23是 prime， 27不是， 47对，51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可以被3整除。79是 prime， 83也是 prime， 所以我们就找到我们要的数字一共有多少个，答案就出来了，答案就是5。那这5个数字分别是几？也记得我们的主角其实是中间这个，如果我们要列出来的话，那就是10、24、48，然后80以及82，就是那5个 2-digit number。OK， 答案要写的是5个就可以了，所以这题就完成了。再来我们升级至 Junior 的题目，那这题呢，它是关于形状啊、图形的题目，叫做 Geometry 几何。这种类型的题目呢，一般上它是比较需要考验想象力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题目讲的是 Given a square ABCD with side length 2，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画出来先所以我有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的话，每一个边长是一样长的，它的 side length 是2。然后 given a point E inside the square，OK， 我可以先把它 label 起来 ，A B C D， 有一个 point E 是在里面 ，F 是在外面 ，ABE 是一个三角形，它是 equilateral， 就是等边，每个边一样长，所以 ABE 在里面，所以它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哦。OK， 然后它是等边的。再来 BCF 也是 equilateral， 所以 BCFF 它讲是在外面，所以你可以画在外面。那这个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题目的第一步，就是照着题目的 instruction 把图形画出来。OK， 这很重要啊，没有画的话很难去思考的。It is known that EF 等于 square root n，OK， 这是 F。So E 去到 F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题目告诉我它等于 square root n， 请问 n 等于几？OK， 要讲做这种题目，那题目只告诉我们一个 side length 就是2，好在全部的这个长度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全部长度都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又有这种 equilateral 或者 square 这种边长一样的形状，通常我们要去想有没有什么暗藏的 clue 是题目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去发现的。首先呢，我们知道 equilateral triangle 呢，它的这个每个角度一定是60度。所以这边是60，这边也是60度。Square 的话呢，每一个角度是90。从这个 info 我们可以得知，这里的这个角度会是等于多少？就是90减60，也就是30度哦。因此，你就会发现哦，这个30跟60加在一起是等于90，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 BF 的三角形搬出来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90度的三角形，90度的三角形在算边长的时候是，当我们发现它是手术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来的，因为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东西，就是 Pythagoras theorem 就可以找到了。所以这边的边长是 square n， 这边的边长是一样的，也就是2。所以要找到 square n， 我们用 Pythagoras theorem 咯。所以 square n 会等于什么？会等于这两个边长，把它 square 起来，然后整个东西 square root 起来，4加4等于8。就这样看起来有点复杂的题目，我们就成功的解决到了。OK， 所以这题的 take home message 是什么？就是几何题目把它画出来。第二，这种有很多同样边长的东西，我们要尝试找一些隐藏的线索。再来是系列的题目，那这道题目呢，它是叫做 recurrence relation 递推关系。这种类型的题目啊，如果你是第一次遇到，或者说你没有学过怎样去解的话，很有可能你会连这个题目的 instruction 在讲什么都不一定清楚。但是不用担心，我会跟你解释 so that 你在下一次遇到类似的题目的时候，其实你做过一次了过后就很容易了的。OK， 那我们来看题目。题目讲有一个 number sequence 不同的 x， 第一个 x， 第二个 x， 第三个 x defined by 它告诉我们第一个 x 等于多少，是等于2。然后它告诉我们一个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 xn 加1会等于 xn to the power of xn。通常这种类型的题目的意思就是说，当我知道其中一个了过后，我可以运用这个关系去让我找到下一个，以及下下一个等等，直到我们要找的。题目叫我们找的是第4个 x。OK， 那要怎样去找？首先，我们已经有第一个 x 了，我要怎样找到第二个 x 呢？我们要从这边去入手。首先，你可以尝试去 sub， 因为 xn 如果是 xe 的话，是我们已经知道它等于多少，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去放。如果 n 等于1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关系会发生什么。1的话就代表这个 n 我们全部把它换成1。OK， 我就会拿到 x1 加1，其实就是 x2 来的咯。OK， 等式的右边有什么？ xn to the power of xn，xn 是题目告诉我的。OK， 也就是 x1 to the power of x1， 也就是题目告诉我的2 to the power of 2，所以我就找到这个 x2 其实等于这个了。当然你要把它写成这个形式也不是不可以，都可以的。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找到下一个了，也就是 x3。当我 apply 进去 n 等于2的时候，其实我在找的就是第3个 x 了。第3个 x 来自于第2个 x， 把它自己 power 起来。所以我只需要把刚才那个数字
去 power 它自己，就是2 square， 再 power 2 square， 我就会拿到 x3 了。那这个会等于多少呢？可以24这边是4嘛，所以2乘4就会拿到8，所以它等于2 to the power of 8。因为这个数字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写成 index form 就比较容易啦。你不需要去把它写成256，当然其实也没有错啦。OK， 最后其实我们再走多一个 step 就会找到题目，我们找到第4个 x 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放 n 等于3，也就是我们把那个第3个 x 把它 power 起来哦，所以2 to the power of 8再 power 2 to the power of 8， 这个东西就是 index 把它解出来就可以了。那怎样解呢？这个8有点麻烦，我可以先把它换成这个。OK， 所以当我有 bracket 的时候，就代表我要拿2 to the power of 3乘以2 to the power of 8， 它会等于多少呢？当我是乘的时候 ，index 我就会把它加起来，这是 index rule 啦。所以3加8等于11，我就知道这个东西等于11了。OK， 当我把它完成，变成题目要我找的形式，就是2 to the power of 2 to the power of something， 那我就完成了。那因为上面这个是11，就代表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是11。那我们就成功完成了这些 iMOS 1的 sample question 了。最后就如我答应大家的，我们也来讨论一道 iMOS 2的题目。那回顾一下 iMOS 2的 format。iMOS 2呢，每一道题目呢是必须要写出完整的解答的，然后要用英文或者马来文来写。你需要把你的 step by step 的 solution 写下去。有时候呢，题目甚至是会是那种形式，就是它已经告诉你答案了的，然后叫你去证明这个答案是正确的。which is 等下我会说给大家看的题目，也是一个这样子类型的题目。那 iMOS 2呢，一共只有6道题目，但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就是 4.5 个小时，所以每道题目呢是会耗时比较长的时间的。OK， 我带给大家的题目呢是这道，就算是最简单的题目之一，就是 primary 的 problem 1。那题目叫我们 prove that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s and 1 cube plus 2 cube plus 3 cube plus 直到 n cube， 它的答案是一个 perfect square。在我们开始正式做这题之前，先 disclaimer 一下，就是今天呢，我主要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教大家去如何解决这一道 iMOS 2的题目，而是要让大家去了解 iMOS 2的题目可以怎样去问，以及身为学生的你可以怎样去回答。所以我可能会讲到比较快，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然的话 iMOS 2每题其实都比较耗时嘛，所以我会 assume 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一些。就是 basic proof method， 还有很像 mathematical induction 这些基础的知识。那如果你其实还不是很清楚，然后你想要 step by step 的学，你也可以去想要去了解它背后的原理，你也可以去来参加我的这个奥数10讲的课程啊。那个最后一讲第10讲在 proof 里面有详细的教到大家各种 proof 的这个原理，包括 mathematical induction direct proof contradiction、contrapositive 等等。好啦，那我们开始去挑战这道题目。首先，题目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组号码呢，我的 n 可以是任何号码，任何大过1的号码。比如讲，如果 n 等于4，就代表这个等式我写到4的时候，我就停止。我拿到的答案是一个 perfect square。如果 n 等于5，我就再加多一个，加到5 cube， 我拿到答案也是 perfect square。这是题目告诉我们的，它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也就是 perfect square， 我们要去证明这个东西是对的。怎样证明呢？在证明之前，我们先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 perfect square 呢？我们 try。首先我们先 try 简单的，比如讲，当我只有1的时候，那我就是1 cube 罢了咯， 1 cube 等于1。OK， 如果我是加到2呢，也就是说我1 cube 加到2 cube 呢，1加8等于9。OK， 我可以再 try 多几个，1 cube 加2 cube 再加3 cube 等于几？ OK， 很简单，你其实已经有1 cube 加2 cube 等于9啊，你再加第3个就可以了，9加27等于36。我们 try 多一个n 等于4的时候，你就再加多一个4 cube 即可，所以你就会拿到36这边还有一个3 cube再加64就会等于100。所以我们仔细看这些数字，它确实是 perfect square， 就是你可以 square root 它的。比方讲，这个是1 square、3 square、6 square、10 square。OK， 我们已经找到它是 perfect square。
如果说这是你第一次接触 proof 的题目，可能你就会讲 OK 咯，它确实是 perfect square，我做完了 OK。但是当然 MS2 的题目没有那么的简单 OK， 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 try 几个 small case， 我们并没有 generalize 到所有的 positive integer。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就可以了。你看啊，如果今天有一个 equation 啦 OK， 我写小巧克在这边，这个 equation 叫做n 减1乘以 n 减2，然后再加 n square。OK， 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等式呢，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简单。比如说 n 等于1的时候，你就会拿到1减1乘以1减2，再加 n square。所以这边不那么重要的，这边因为1减1是0，所以你就会拿到0加 n square， 也就是1 square， 你就会拿到1。如果今天是 n 等于2的话，第二个这个 bracket 就会变成0，所以你这边乘到来还是0，再加2 square， 你会拿到4。所以可能你想这两个你会 assume OK 1 square 2 square 下一个应该是等于9，但是当我是 n 等于3的时候，你会发现3减1等于2， 3减2等于1，再加3 square 的时候，你拿到的答案是2加3 square， 也就是等于11。所以这些规律虽然通常的情况下它都是对的，但是 for proof 的话，我们要证明的话，我们必须保证它100%是对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停留在这边。OK， 它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的，所以我们还没有做完。在我们继续 proof 下去之前，可能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 1 square、3 square、6 square、10 square， 它有一个特别的规律的，就是比如讲6等于1加2加3， 10等于1加2加3加4，那这个规律叫做什么呢？它叫做 triangular number， 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其实是可以被表示为 n 乘以 n 加1除2的。这个到底具体要怎样算，到底还是怎样被推导出来的，这又是一个 long topic，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讲解了。那总之当我知道顺带一提我们也可以去验证一下的，比如讲如果你放 n 等于4的时候，那4乘以4加1除2，你就会发现它是4乘5除2，也就是10，所以确实你会拿到这个10。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idea 了，就是我认为 1 cube plus 2 cube plus 3 cube 这个东西加到 n cube 的时候，我会拿到的答案不仅仅是 perfect square， 我还知道这个 perfect square 是以 n 乘以 n 加1除2，在整个东西 square 起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OK， 由于你可以被写成一个数字的 square， 所以它肯定就是 perfect square。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在一开始就尝试去 prove 它是 perfect square， 而是要先生成这个 formula 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分数，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形式写出来的话，你很难去 prove 到它到底是不是 perfect square， 因为你必须要把它写成一些东西的square， 你才可以确保它是 perfect square。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 idea 了，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它是对了，你也可以自己尝试验证 n 等于5 n 等于6的时候，可以比如讲 n 等于我们就 try 3当你把3放进去的时候，你确实会拿到这边拿到6 square， 也就是36，它是对得了的。只不过我们要 generalize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的话，我们就要用一些特殊的方式了。proof 的方式有很多，正如我刚才所讲，但是当我们运用到这种跟 equation 甚至是做出一个 formula 给它有关的时候，一个最简單、最不需要你浪费你的脑力去思考的那个方式叫做 mathematical induction。 OK， 这个 proof 法呢，它的那个原理是什么？ OK， 首先你会有2个 step， 第一个 step 是你的基础的 step，base step， 就是你要去验证这个 statement 呢 is true for n 等于1，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告诉我们讲，不管 n 等于1 n 等于2还是 n 等于3还是 n 等于任何数字的时候它都对。那我首先要先验证第一个情况它对，那第二个 step 叫做 inductive step。inductive step 讲的就是当when n 等于 k is true，K 是什么？ K 是任意一个号码。当 n 等于 k is true 的时候，我们要去验证的是 n 等于 k 加1的时候，
is also true， 它也对。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首先，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到一个数字，比方讲 n 等于100万，你要算的时候就很难算。就算你成功算到，你也没有再验证到它等于所有数字，你只是随便选一个大的数字来验证。而这个 mathematical induction 的背后的原理在于，当你 assume 其中一个东西对的时候，比如讲 n 等于2的时候对，你只要可以证明到从一个数字去到下一个数字的这个过程是对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像 domino 骨牌效应这样子，2去3对，那3去4也对，4去5也对啊。与此同时，你需要有一个 base case， 就是比如讲 n 等于1，你确定它是对啊，同时你又确定从一个点去到下一个点是对的，所以1去到2也一定是对，2去到3也是对，你就可以成功 assuming 就是这个东西去到无穷无尽无限大的 n 的时候，所有的 n 都对的。OK， 这是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它背后的原理。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concept， 我们也有了一个 claim， 我们要 prove 我们这个 claim 是 true 的，就完成这道题目了。那具体怎样做呢？给我们一起来。那我先把这个东西 clear 掉。首先我先把我们的 claim 重抄一遍啊 ，so that 我们容易 refer。所以这个东西根据刚才我们的观察，我们找 pattern 找到它其实会等于 n 乘以 n 加1除2的 square，which is a perfect square。那我们要讲验证这个东西是对的呢，可以来第一个 step，base step，base case，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 n 等于1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这个等式的左手边我只有 1 cube。OK， 那如果我尝试在右手边这边 substitute 1进去啦，我的 n 全部换成1啊，我会拿到这个数字。你会发现，你到最后拿到1 square。which is 1 which means is true， 也就是说，左边这边只有 1 cube 的时候，右边这边你就算放 n 等于1进去，你也发现它确实是相等的，所以这个 base step 是正确的。OK， 接下来我们来到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 inductive step。OK， 这个 step 记得是怎样做吗？首先我们要 assume n 等于 k is true 先。OK。那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东西全部换成 k 就可以了，就是1 cube plus 2 cube plus 3 cube 不断的加到一个叫做 k 的数字。k 是中间的任意数字。那这个 k 呢，由于我们 assume 还是对，所以我们要坚持的相信它一定会等于 k 乘以 k 加1除2再 square 起来的。再来，我 assume n 等于 k is true 了。接下来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去 test whether n 等于 k 加1 is also true。n 等于 k 加1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我这个 statement， 我不断的加，不仅仅是加到 k， 我还要加到多一个它的下一个，也就是 k plus 1 cube。那我会拿到的答案是多少 ？OK， 我没有办法，我不可以直接放k 加1进来这边，因为那只是我的 assumption。现在我要 based on 我的 assumption 去验证我的下一个是对的。OK， 所以我首先可以先知道，就是因为我坚持的相信到 k 的时候是对的，所以这边我可以直接把它替换成我相信的那一个答案，也就是这个。然后后面还有加一个 k 加1 cube。接下来我的目标，我的任务是什么？我要把这个最终的答案把它变成k 加1的形式，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把 k 加1 sub 进来，你会拿到，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k 加1乘以 k 加1再加1 ，which is k 加2除以2，整个东西 square 起来，这是我希望我拿到的目标。我要尽量从这个形式变去那个形式，怎么变呢？给我们尝试去玩一玩它。首先这边有 square， 我可以把它丢进去先 ，k square k 加1 square。下面的这个2 square 就拿到4哦，右边这边可以，因为我左边有分数，我也可以把右边有分数，就是我上下都给它有一个4哦，然后上面你还有一个 k 加1 cube。接下来怎样把这两个东西 merge 在一起呢？其实已经可以 merge 在一起了。那更工整的做法是，左边有 k 加1，右边也有 k 加1，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k 加1抽出来，最多你还可以抽到2个 k 加1出来。那左边你还剩下 k square 而已，右边你剩下
一个 k 加1，然后前面还有一个4，所以乘进去你就会拿到4个 k， 然后4。OK， 下面是整个东西去除4，那这时候就比较容易做。这个 k square 加 4k 加4，其实你是可以把它 factorize 的。OK， 当然你也可以 based on 你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的，所以你可以作弊，就是从你的答案这边去猜测你其实会拿到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 k 加2 square 你确实是会拿到这个答案的，所以我可以把那个东西 factorize 成 k 加2 square。OK， 你就拿到 k 加1 square，k 加2 square 除4啊，它其实就已经对了。不过如果你要把它写到更美的话，你可以把整个东西 factorize 一个 square 出来，也就是说你去 square root 掉里面保留没有 square， 然后那个4你也把它做成 square root， 然后你整个一起 square， 就代表里面每一个人其实是有被 square 的，然后你就符合到这个形式最美的一个 form。OK， 所以做到这个步骤为止，其实我们就已经 prove 完了。首先我们的 base case n 等于1 is true， 再来我们的 inductive step when we assume that n 等于 k is true， 确实 n 等于 k 加1，我们也如愿的找到符合我们的公式的形式的这个 k plus 1， 因此呢，我们就成功 prove by mathematical induction that 1 cube 加2 cube 加3 cube 加到 n cube 为止，确实是一定会等于 n 乘以 n 加1除2再 square 起来的了。OK， 最后你可以再 make a conclusion 哦。由于这个是一个square number， 所以结论就是1 cube plus 2 cube plus 3 cube 不断的加到 n cube， 确实 is a perfect square。就成功的完成了这道 IMONS2 的题目。OK，IMONS2 还会有一些比较可能很多人以前没有看过 proof 的题目，就是比较特别的题目，但所以还是需要一些额外的学习才可以做到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先不要想这样远，我们先把 IMONS1 搞好，如果晋级了，我们再来准备 IMONS2。好啦，那我这一期关于 IMONS 的比赛介绍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对其他的奥数比赛有兴趣的话，那你可以去看我的这一个奥数视频，在里面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许多推荐学生参加的奥数比赛，当然就包括了从小学直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可以参加的奥数比赛。最后呢，祝福大家比赛顺利。如果你想要提升你的奥数，不要忘记你可以去购买我的奥数实讲课程。如果你有兴趣参加 IMONS 的话，那这个报名截止日期快要到了，记得赶紧去报名，不要错过这个日期。祝大家顺顺利利，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